正道宗门派过来的卧底小师妹，竟然真成了这邪道魔宗的圣女。而身为正道之人的她，被指派为魔宗新晋弟子，唯一的引路人。为了暗中遏制这魔宗的壮大，她毫不手软地淘汰了9成9心向魔道的新晋弟子。然而在魔宗众人眼中，这一切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在圣女的卓越领导下，所有平庸之辈尽数淘汰出局，留下来的全是精英中的精英。圣女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替宗门筛选出了真正的栋梁之才。你看着眼前这个面带恐惧的少女，只觉一阵头大。就在方才前方忽然袭来一道剑气，差点击中木瑶。你连忙出声安抚：“小师妹，你别误会，刚才是你2位师兄在切磋，差点伤了你。我已经罚过他们了，以后他们不敢了。”说着，你在宗门交流频道里飞速打出一条消息：“钟离殇，你们俩差点让我们宗门任务失败，我已经把你俩截图举报到戒律堂了，都给我去撕过牙，好好反省反省。”少女木瑶儿是本土正道宗门派来的卧底，只为探查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宗门底细。只是魔道宗门这4个字如同烙铁一般，深深烙进了他的心底，以至于刚踏入宗门的他，看谁都像邪修。就比如刚才那一幕，在木瑶儿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你只是打了一个响指，便直接抹杀了2名正在内斗的同门。果然是邪恶凶险的魔道宗门，一言不合就屠戮同门，真是可怕。没多久，你们来到了天街广场，一群宗门弟子齐刷刷看了过来，眼神比见了亲娘还亲。哈哈哈，咱们宗门终于来人了，我们登天宗终于要崛起了！嘿嘿嘿嘿，快看，咱们宗门第一个活的，不是，是第一个本土弟子。他要是死了会怎样？别说这种话，大师兄好不容易忽悠来的一个，可别把人给吓跑了。然而这些议论声一字不落地灌进了木瑶耳中，他瞬间周身冰冷。本就对这宗门充满恐惧的他，脑中只回荡着几个刺目的词：活的、死了、忽悠来的。一幕幕可怖的幻象不受控制的在他脑中上演。这是一个失落的上古邪修窟穴，需要用活人献祭。他被五花大绑在冰冷的祭坛上，周围是一群狂热的邪修，面目狰狞。你察觉到木瑶此刻煞白的脸色和那双写满惊恐的眼睛，心头咯噔一下。这 NPC 难道被吓到了？你连忙温柔地开口：“师妹，别怕，我们登天宗门风清正，是名门正派，他们说话没轻没重，你莫要放在心上。”一路走下去，木瑶儿分别见到了浑身被妖虫啃咬、形同活死人的登天宗弟子，偷长老袜子被无情镇杀的弟子，甚至还有弟子偷袭长老，致使长老精神错乱的。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在向木瑶儿揭示着一个残酷的事实：他正身处一个可怕的邪道魔宗之中。然而为了活命，他只能将所有情绪死死压下。就这样，找长老做好登记后，你看了看天色，便带着木瑶儿来到了宗门善堂，打算请他吃个饭。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木瑶儿瞳孔骤缩，只见一名弟子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断抽搐。一旁的厨子却不慌不忙，只顾记录着同门的惨状，随后丢了几块零食过去，还笑嘻嘻地表示感谢，说是下次测试新品时还找他。而那倒地之人收下零食，竟然也爽快地答应了。这居然是用活人来测试毒食的效果，居然有人为了区区几块零食，就将尊严和性命如此出卖。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冲击着身为正道宗门卧底的木瑶儿的三观。吃完饭，你便带着木瑶儿来到了分配给他的住所，眼前赫然是一间破落的茅草屋。你瞟了一眼木瑶儿那失落的表情，郑重地指着那茅草屋说道：“大道3000，何为本真？修心修的是心，而非外物。此地乃是我登天宗为弟子特设的归真之所，宗门不愿让你过早被安逸侵蚀，待你功成之日，定能明白宗门的良苦用心。”木瑶儿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师兄教诲的事，那今天就到这吧，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师兄再来找你。”翌日清晨，你带着木瑶儿来到了宗门紫炎殿，只见一人癫狂大笑：“哈哈哈！我的人元丹炼成了！”丹炉里赫然有一个人影困在其中，神情狰狞，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木瑶儿整个人都懵了，果然是魔宗，居然拿活人炼丹。大师兄带我来此，一定是在警告我，在登天宗，人命也不过是一种炼丹材料罢了。而此时的你也没想到今天会撞上韩无极在搞研究，早知道他今天又搞这一出，就不带小师妹来了。于是你轻声安抚道：“师妹不必惊慌，你眼前所见不过是一场求道而已，万千法门各有所异。你看炉中之人，他将肉身神魂化作柴心，于那极致的痛苦与寂灭中看破生死，涅槃重生，从而成就金丹大道。其实炼气之心亦是如此。”木瑶儿奇怪地看着你，怎么扯到炼气上去了？难道这里的炼气也是用活人来炼的？你继续说道：“而你这位韩师兄，他则是在
燃烧自己心神，助同门一臂之力，此为护道。师妹，你可明白？看着炉中之人的惨状，穆瑶儿总感觉那或许就是未来的自己。他知道自己卧底身份绝不能暴露，否则下一个进丹炉的就是他了。于是他抬起头，微笑说道：“真是好厉害的修炼方式，师妹今日才知何为真正的大道无情，何为向死而生。多谢师兄点化之恩。”你看他接受了一切，满意的点了点头。好了，既然你已了解，我便带你去断灵阁看看吧。片刻后，来到断灵阁，刚一到来，就看到一名弟子抡起手中法器，直接将路过身边的弟子砸死在一旁。只因那弟子不小心碰了他一下，影响他断刀了。这一幕把穆瑶儿看得心惊肉跳。果然是魔门，一点小事就打杀同门，这宗门就不管的吗？与此同时，他瞥见断灵阁的另一边，这里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只见一人主动躺上了锻造台，这是宗门弟子自创的无上炼体之法铸剑诀。穆瑶儿心中疑惑，以剑为名，为何却是炼体之法？你解释道：“所谓炼器，乃是千锤百炼，使其脱胎换骨，化为神兵。我们铸剑诀亦是如此，将自身血肉视为剑胚，以无尽苦痛之火淬打锻造，生生锻成人形神兵。”穆瑶儿听着这话，感觉到却有几分玄妙。这时，你的声音响起：“师妹，你虽是伪灵根，但悟性天成，若意志也远超常人，倒是很适合修炼这般法门。”穆瑶儿听完，直觉眼前一黑，这合适吗？我只是个小家碧玉的小姑娘，你们竟要我修炼这般功法，这魔窟真是太可怕了。掌门，我还可以回去吗？我这卧底生涯还没开始，可能就要结束了。他们现在好像就想要我的命啊！能退宗吗？穆瑶儿弱弱地吐出一声，你的神情瞬间凝固。这一刻，喧嚣的断灵阁似乎陷入了诡异的宁静，众多弟子缓缓围了过来。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好像是退宗，那可不成，他要跑了，咱们宗门的未来咋办？好不容易才来一个，要不把他腿打断了？反正我们也能给他接回去。大师兄下令吧，我来动手。穆瑶儿望着一张张逐渐露出狰狞的面孔，隐约听见他们说：“不能让他跑了，哪有这等好事？把腿打折好教育一番。”完了，我说错话了，这魔窟只能进不能出，怎么办？他甚至能想象到自己被抽筋扒皮，用铁链挂在宗门大门上的画面。你看着脸色惨白的穆瑶，知道这件事必须马上确认清楚。要是这个唯一的 NPC 真敢退宗，那就有必要采取强制手段。你微笑着对穆瑶说道：“小师妹，你刚才说什么呢？”穆瑶看着你那眯起的双眼，只觉后背发凉。他毫不怀疑，只要自己敢说出离开宗门的话，下一秒双腿就会被齐齐折断。绝对不能承认退宗。退宗的发音和什么相近？突然一道灵光闪过脑海，穆瑶儿连忙镇定地说道：“诸位师兄师姐，你们都听错了，我方才并非是说退宗，而是退宗，蜕变的蜕。”望着众人怀疑的表情，他继续说道：“此种将自身付之红炉，锻打魔力，破而后立，涅槃重生之法，才是真正的通天之途。我终于明白咱们登天宗登天二字的真正含义了。”穆瑶儿越说越激动，硬生生将表情扭曲成了崇拜的模样。我只能说，登天宗千秋万代，未来必将一统整个修仙界。这一番荡气回肠的话，让整个宗门再次陷入死寂。卧槽，这 NPC 的彩虹屁拍的可以啊！小师妹说，我们登天宗要一统整个修仙界。行了，只要不跑就行，这个解释我接受了。而你看着穆瑶儿那布满崇拜与感激的脸，相当受用。退宗，我怎么没想到？我这个会长都不知道，我们宗门原来有这么深的含义。但是没错，我们宗门就是这么牛。此女深得我心呐！你虽然暂时接受了穆瑶儿的说法，但另一边还是悄悄在宗门频道里下达了命令：全体成员注意，都给我盯紧了小地图上师妹的坐标，一旦接近宗门边界附近，立刻汇报，并直接拦截，绝不能让他离开宗门范围半步。收到，会长放心，懂了。他敢跑，我就把他血给偷了。看完回复后，你对着穆瑶儿温和道：“是为兄多虑了，师妹能有此等感悟，实乃你先徒之幸。”穆瑶儿连忙低头：“不敢当。”此时的他才松了口气，总算是可以活下来了。这次真是死里逃生。这时你悠悠开口：“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我登天宗所求，本就是一条破旧立新、超凡脱俗之路。师妹，为兄知你初见铸剑诀的修行之法，心神必受震撼。但你可知此法对我登天宗而言意味着什么吗？”穆瑶儿垂下眼帘，灵儿愚钝。铸剑诀是我登天宗所有不甘于平凡，也不信天命的弟子寻到的那条逆天改命之路。大师兄说的是，只是此法过于惊世骇俗，灵儿道心浅薄，短时间内还无法完全参悟其中真意。穆瑶儿依旧低垂着头，不敢露出半分异样。
你看着他这副模样，继续解释道：铸剑诀并非是单纯的炼体，而是将人自身锻造成一件法器，修炼至终极，自身便可化为一把仙剑。你就算无法成就剑仙，但也可成为一把绝世仙剑。而鄙人不才，正是一名剑修。说着，你心中也不由得畅想起来，别人御使的不过是冰冷的法器或法宝，而你未来御使的将是能无限成长的师弟师妹们。待你习得万剑归宗，修炼铸剑诀的师弟师妹们也功法大成，到时每个人都是一把能够自动锁敌，还会协同攻击的活剑，那简直太爽了！嗨嗨嗨！师妹，你试想一下，在未来宗门大战时，我登天宗万剑齐出，每一柄人剑都拥有自己的神智，懂得寻隙合击，甚至舍身自爆，这等万众一心，以身为剑的剑道洪流，何人能挡？何门能敌？木瑶儿呆呆地看着你那张真诚的脸，这才是铸剑诀的真正面目吗？它不仅是残忍的炼体写法，更是一门培养活体法宝和死士的魔功，而资质平平，死了也无足轻重的弟子，都是此法的最佳人选。他嘴角发颤，大师兄，此等大道太过深奥，灵儿道性不够，应该无法修炼。闻言，你叹了口气，看来是段灵阁那段经历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太大了。也罢，师兄就带你去看看咱们宗门的另一处底蕴所在地。一炷香后，你们来到了灵药铺。师妹，你看，此刻正有2波弟子围着一块最好的药田，争得面红耳赤。凭什么这块灵脉节点归你？上个月就是你种的，凭我灵石花的比你多，有本事你也花。说着，两边直接大打出手。你看到这一幕，语重心长道：师妹，大道之争无处不在，哪怕是方寸药田，亦是一方战场，想要就得争。我登天宗从不养温室里的花朵，你心想得让师妹明白，如果他不修炼铸剑诀的后果，以他的资质，最终只能成为被掠夺的弱者。哎，当大师兄的可真是操碎了心。木瑶儿听后，心中念头顿起，这是用最直接的利益引诱弟子们去内斗，让他们习惯弱肉强食，在内耗中麻木，好歹毒的心思。他垂手应道：大师兄说的是，灵儿受教了。你语重心长地再次说道：宗门对于修炼铸剑诀的弟子会予以最大的支持，毕竟这是咱们宗门的根基。你若修炼铸剑诀，宗门定会帮你突破极限，甚至助你成就仙剑，也并非不可能。师妹，难道你就不心动吗？什么？帮我成就仙剑？穆瑶儿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幕画面，你正立于宗门前，面对着一头狰狞的妖兽，神色淡漠。只见你伸手一抓，喝道：剑来！于是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飞了过去，你直接握住他的脚踝，将他劈了出去。他的脑袋与妖兽的利爪撞在一起，发出了金铁交鸣之声，火星四溅。这算什么？拿我的头去跟妖兽对砍吗？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修炼方式吗？邪魔歪道，彻头彻尾的邪魔歪道。这群疯子不好好琢磨怎么提升自己的修为，竟想这些歪门邪道。掌门，你在哪里？快来救救弟子吧！弟子不想来这魔窟当卧底了。师妹，你的声音将他从那恐怖的想象中拉了回来。穆瑶儿一个机灵，脸色煞白。我没事，只是大师兄所言之道太过惊世骇俗，灵儿还需时日慢慢参悟，不敢操之过急。你叹了口气，道心确实是修行之本，你慢慢悟吧。你带着穆瑶儿往灵药铺深处走去，不久便来到了一处建筑前，只见门楣牌匾上写着“雾真书阁”4个字。你指着那雾真书阁说道：这里是我宗弟子精研草木药理之处，也能参悟五行生克之道。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走了过来。你就是新来的小师妹。那人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初次见面，送你个礼物，当见面礼吧。此时的穆瑶儿手心正躺着一颗暗淡无光的种子，那人一颗脑袋突然凑到他耳边，低声道：此物特殊，需以精血方可唤醒。紧接着，一根银针就扎在了他的指尖，一滴血珠滴在种子上，旋即消失不见。那人又拿出一个花盆，将种子埋入其中。忽然间，一只花朵破土而出，只见花蕾中央赫然长着一张与穆瑶儿有7、8分相像的脸。此花以你精血为引，以你神思为形，你心中愁绪越深，它便生长得越发旺盛。这朵心念花就送你了。说完，那人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穆瑶儿看着他，就像看到了自己一般，渺小、可怜、弱小又无助。只是这朵花还带着一种诡异的宿命感，这难道是一个枷锁？无数念头在他脑中翻涌，以精血为引，以神思为形。难道这株花是我的替身，或者像掌门临走时给的气灵虫那般？若是这朵花损毁，我的神魂也会受到伤害，或者更加严重，要是哪个不长眼的弟子路过，摘了他一根藤，我的胳膊是不是也要断一根？要是谁看他不顺眼，一脚踩上去，我的脑袋是不是也会砰的一声炸开？你倒是说清楚啊，你怎么就跑了呢？穆瑶儿愁眉苦脸地看着这个小东西，要不要浇水，要不要施肥，
还是说要用别的师兄的血肉？这时，你的声音传来：“师妹，刚才那位是你柳师兄，他给你的可是好东西，养好了以后会有大用。还有你盆栽里的黑土窖。”魂运土，这算是咱们宗门目前品阶最高的灵壤了，可值不少灵石呢。然而穆瑶儿只听到了魂运土3个字，心脏猛然一跳。这该不会是用修士的血肉神魂做的吧？越想越有可能，这完全符合一个魔道宗门的作风。不久，你带着穆瑶儿来到了玄典阁，从一位长老手中接过一块玉简。师妹，此乃我登天宗的上乘心法之一，名为玄元归真诀。你初入宗门，这便是我这做师兄的送你的见面礼。它也是我宗的根本法之一，能够大幅度减轻修行中肉身所承受的痛苦。你心中暗想，这配合铸剑诀简直完美。玩家可以关闭痛觉，但 NPC 不行，所以还是搭配这个心法修炼最好。你微笑道：“师妹，这玄元归真诀能固本培元，淬炼血肉，极大提升你对灵气的亲和度，甚至能大幅降低你在修行时肉身所承受的苦痛。”降低苦痛。穆瑶儿脑中立刻闪过之前断灵阁中那些弟子惨绝人寰的锻打场面，顿时打了个寒战，赶忙收敛心神，不敢多想。随即他参悟起了这门功法。嗡，一股意念冲入他的识海，眼前的玄典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浩瀚星空。这功法中正平和，堂堂正正，玄奥无比。识海中的景象褪去，穆瑶儿脸色有些发白，但眼中却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撼。她看着手中的玉简，呼吸都急促起来。是真的，这真是一部可以直达元婴大道的无上心法。只是这根本就不可能是魔道功法，一个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魔道宗门，为什么会修这等堂堂正正之法？就在穆瑶儿还在为此发呆时，你的声音响起：“这玄元归真诀淬炼你的血肉根基，能大幅降低你修炼铸剑诀时所承受的痛苦。而铸剑诀锤炼体魄，化凡躯为利器，二者结合，便是体法双修的无上大道。届时，就算冲击元婴，亦非难事。”穆瑶儿明白了，原来大师兄带自己来学玄元归真诀，全都是为了让自己能更好的去修炼那灭绝人性的铸剑诀。他垂下眼帘，轻声道：“多谢大师兄指点，灵儿会多多参悟这份玄元归真诀。至于铸剑诀的事，请容师妹再考虑一二。”你看着小师妹的神情，有些不明所以。有必要这么痛苦吗？这2个功法搭配的多好，简直就是为资质差的人量身定做的逆袭套餐。这玄元归真诀还能减痛， NPC 修炼铸剑诀的痛苦能少一大截呢。不修炼铸剑诀，凭他这个资质能突破得了吗？这小师妹光会嘴上巴巴了，心理觉悟还是不行，还是得让她明白，在修仙世界里，弱小就是原罪。走吧，师妹，我带你去个地方，或许能帮你下定决心。1刻钟后，你带着穆瑶儿来到镇妖塔第1层。师妹，这镇妖塔就是专门给弟子磨砺己身用的，每上1层，其中妖物就会成倍增长。说着，你一把抓过了穆瑶儿手中那盆心念花，然后在她背后轻轻一推：“去吧，师妹，让我看看你的觉悟。”糟糕，我虽然得了那部玄元归真诀，但还没来得及修炼啊！我是不是应该只展露出凡人武者的水准？他该不会是想用这镇妖塔来探我的底细吧？还有大师兄，你小心点，我的心念花，你别一个不注意把它枝干折断了，我的胳膊会不会也跟着一起掉下来？然而还不等穆瑶儿细想，只听嗖的一声，一道阴影不知从何处窜了出来。看清来物的面目后，穆瑶儿直接一个闪身躲开了那道身影，这才看清那是一头狼妖。它比寻常妖狼要大上1圈，獠牙外露，一双兽瞳紧紧盯着穆瑶。还好不是很强，我还能反应得过来。这时妖狼又动了，猛地朝穆瑶儿扑了过来。只见穆瑶儿侧开身子，一剑劈在狼头，木剑斩断一击，破邪一击，2个词条瞬间发动，紧接着就看到整颗狼头被削了下来，随后噗的一声，那妖狼的尸身便化作一缕青烟，就此消失无踪。穆瑶儿有些诧异，宗门给的木剑看着普普通通，没想到竟不是凡品。接下来第2层是双头妖狼，第3层是一头皮糙肉厚的妖猪，第4层则是3只行动迅捷的魔猴。穆瑶儿仅凭着手中木剑以及凡俗武艺，一次次化险为夷。到了第4层时，他虽已有些体力不支，但始终不敢暴露出自己的真实修为。终于，穆瑶儿来到了镇妖塔的第5层。此刻的你也看了过来，到第5层了。这第5层可是会出现一个小精英怪，不知道小师妹能不能通过。只见一只巨大的眼甲蝎出现在眼前，穆瑶儿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这种级别的妖兽根本不可能战胜，可若是动用修为就会暴露，怎么办？怎么办？暴露，卧底任务当场失败，自己会被炼成人丹，当成血祭的材料，或化为魂运土的养料。不暴露，现在就会被这头眼甲蝎撕成碎片，早死还是晚死的问题。不能暴露，
只能赌一把了，赌自己对这个大师兄还有利用价值，他不会真的让自己死掉。穆瑶儿的眼神变得决绝，这时眼甲蝎动了，瞬间穆瑶儿只来得及抬剑挡在身前，那巨大的蝎爪便与木剑悍然相撞，一声震耳欲聋的金木交击之声爆开，穆瑶儿整个人倒飞而去，还不等他反应过来，蝎尾已勾到他面前，那闪烁着紫色幽光的毒针不断放大，占据了他全部的视野。完了完了，要死了吗？大师兄真的不来救我吗？难道赌输了吗？修炼3年，依旧是炼气3层，终究连筑基的门槛都看不到，师尊的嘱托，正道的期望，我全都辜负了。还有那部玄元归真诀，我还没来得及参悟其中万一的奥秘，就要带着他一起化为尘土了，真的好不甘心啊！穆瑶儿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住手！只见一道剑光闪过，瞬间那巨大的眼甲蝎就被分为2半，轰然倒在穆瑶儿眼前。此时的你也不知何时已出现在穆瑶儿身样，一不注意就用辅助剑直接瞬杀了，这太快了。也不知道小师妹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师妹，你没事吧？穆瑶儿颤声道。多谢大师兄救命之恩，今日之恩，灵儿无以为报，来日必当结草衔环，为宗门赴汤蹈火，以报大师兄今日之恩。师妹，大道之路，生死只在一线之间，今日有我可护你一时，但仙途漫漫，无人能永远庇护于你。你所持有的玄元归真诀虽为通天大道，但就你这般凡俗根骨，终其一生却也难攀大道之巅。而铸剑诀修的是以剑为梯，它能让凡俗资质也能够登那9天仙阙。师妹，你好好考虑下吧。咱们该出塔了。穆瑶儿垂下头，师妹愚钝，多谢大师兄指点。同时心里却想着，等我完成任务，返回玄清观，届时掌门自会为我洗精伐髓，哪还用你这什么铸剑诀？我才不要修炼这种需要他人性命血迹的邪法。片刻后，两人已出了镇妖塔，并来到秦长老跟前。穆瑶儿走上前去，只见秦长老转身抬手一指，一只小小的布袋便凭空出现在了穆瑶儿手中。这是你闯镇妖塔的奖励。他打开一看，呼吸为之一滞，袋子里竟然有10枚下品灵石。自己之前身为玄清观外门弟子，每月的月俸也才3块，下品灵石就算拼了命去做那些九死一生的任务，1个月下来能攒到7、8块，都已是天大的幸事。可在这里，只是被那魔头逼着杀了几个不入流的妖物，就能得到10块。穆瑶儿差一点就要在这个魔窟里热泪盈眶。尽管他觉得这就是腐蚀道心的糖衣炮弹，但指尖触碰到灵石那温润的质感时，心中还是传来了无法抑制的渴望。这魔宗真香啊！这时你的声音响起，师妹，走吧，下一处带你去本宗的登仙梯，你这灵石应该也够了，那里或许有更大的机缘在等着你。灵石也够了，什么意思？不明真相的穆瑶儿立马低头跟上，同时心中一边在痛斥着魔道的腐朽与邪恶，一边却又忍不住开始暗暗期待登仙梯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在等着自己。1刻钟后，两人眼前出现一条通天阶梯，静静矗立在那里，仿佛连接着天地，竟望不到头。师妹，这就是登仙梯。你的声音传来。登仙梯，传说中只有大陆上最为顶尖的修仙宗门才有这等用于考验弟子道心的奇观。传说登仙梯内有1008阶的问心路，每走一步都会有大道威压和心魔幻象。他不看修为，不看灵根，只看一个修士最为根本的道心。穆瑶儿心中暗道，这里是登天宗，一个魔道宗门，一群把杀人当乐趣的魔头，他们难道也需要道心？他们修的不是灭绝人性的魔道吗？他们还要什么道心？这透着说不出的怪异。不过这可是好东西啊，我玄清观可没有这等好东西。别说登仙梯了，就连小小的静心石，也只有掌门和长老们以及亲传弟子才得以使用。心中一股酸酸的感觉冒了出来。到了登仙梯脚下，依旧是秦长老的一具分身在守着。这时你提醒道，师妹，想要登上登仙梯，需要缴纳10块下品灵石。你心中暗骂，想当初进这个宗门奇观可是花了大价钱，结果这个游戏居然还要跟自己这个会长收费，每次10块灵石。这明明是我花大价钱解锁的宗门建筑，凭什么找我收费？找其他弟子收费也就算了，还找我这个会长收费，太黑心了！这钱按理说不应该进到我自己口袋里吗？黑心商家！穆瑶儿极为不舍地将还没捂热的灵石递了过去。秦长老接过灵石便离开了。就在这时，几个刚从登仙梯下来的弟子围了过来。哟，大师兄带小师妹来玩登仙梯了。小师妹加油！你要是爬得越高，登仙梯赐下的奖励也就越多。不过师妹，你……其中一名弟子说到这里便没有往下说了，因为小师妹的资质实在太差，他并不太看好小师妹能爬多高。不过也无妨，反正登仙梯就在这儿，花10块灵石就能过来爬。现在爬不了，大不了以后意志和道心足够了再来挑战也挺好。去吧，师妹。
你开口道：“你的道要由你自己来走，去试试看，你能走到哪一步？”穆瑶儿缓缓抬起头，看着那条望不到头的阶梯。其实，在他的内心最深处，他也想知道，他穆瑶儿根骨奇差，四系伪灵根，在玄清观从未得到过真正的重视。接下这九死一生的任务，可能也是因为他在外门里干活最为勤勉，做事最为积极，毫无怨言，并且作为外门弟子，就算死了，玄清观也只是失去了个勤快打杂的掌门，才因此选中了他来做卧底。可道心这种不看天赋资质的东西，他也想知道自己的道心究竟能走向何处。不再去看你，也不再理会旁人，穆瑶儿毅然踏上了第一阶白玉天梯。当穆瑶儿睁开眼时，面前的景象已不再是登仙梯，而是他拜入3年的玄清观，是外门那片每日都要打扫落叶的青石广场。可惜了，多好的一个姑娘，咱们玄清观唯一的4系伪灵根，当初他家里可是花了血本才送上山来的，这下怕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就这个资质，想来连内门也入不了，在外门耗下去，还不如趁早下山呢。是啊，我听说他修炼到炼气3层之后就卡住了，再也止步不前了。掌门也是看他平时在外门勤快能干，这才劝他下山嫁人，也算一条出路。这些声音里没有恶意，只有怜悯，但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却让人感到窒息。幻境中的他一遍遍引气入体，但灵气在经脉中横冲直撞，就是不听使唤，无力感从四面八方涌来，似乎要将他淹没。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的灵根比我好，就能平步青云吗？为什么我都那么努力了，还是不行？随后，玄清观掌门淡漠的面容出现在他眼前。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查明他们的功法真相，找到他们是邪修的铁证，事成之后，老夫不仅破格收你为亲传弟子，更会亲自出手为你洗金伐髓，重塑根骨，将来不说解弹，起码筑基也必然是你的囊中之物。穆瑶儿很清楚为何选中了他，因为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棋子，丢了也不心疼，不过一个打杂的外门弟子罢了。那些真正的宗门未来怎么可能被派来执行这种危险任务？他们是宝玉，而他不过是路边的顽石，但心仍有不甘。凭什么？凭什么因为生来灵根不堪，就注定要被踩在脚下？他也想成为棋手，不想再当棋子。卧底任务是毒药，也是他唯一的解药。穆瑶儿的眼神在幻境中变得清明，他抬起腿，迈上了第2阶、第3阶、第4阶、第10阶。眼前的景象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他看见自己被2个登天宗弟子架起，扔进了一个巨大的炼丹炉中，血肉筋骨被不断的淬炼灼烧，最终被炼成了表面不断浮现自己痛苦哀嚎的火丹。场景一转，自己又被绑到了一座锻造台上，一把巨锤一下下的砸在身上，他被生生锻打成了一柄剑，他的灵魂都在为此刻感到痛苦和战栗。然而他没有喘息的机会，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正拉着矿车的矿工，在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矿洞中前行，最后还是无力的倒了下去，最终躯体被拉回宗门内，被处理成了魂运土的一部分。这就是登天宗，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魔窟。穆瑶儿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似乎在尖叫着，让他逃跑，让他放弃。但他穆瑶儿就是要成仙，哪怕他只是4系的伪灵根，哪怕他资质根骨奇差。他的脚步从未停下，20阶、30阶、40阶，登仙梯下，场面一片哗然。我眼花了吗？小师妹这不是第一次来吗？这就能攀到45阶了？开什么玩笑！这新来的本土小师妹，隐藏的意志属性这么高的吗？我估摸着她的道心属性或意志属性高得吓人啊！此刻你的脸上也露出了玩味的笑容。这小师妹初始数据天资根骨都那么差，还是个伪灵根，甚至有点人工智障。难道她初始生成时随机属性都分配在意志或者道心上了？脚步再次抬起落下，画面再次一转，穆瑶儿的身影出现在玄清观前，一具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火海中，他的手上是一把带血的剑。这一幕让穆瑶儿震惊。这是什么？这难道是我未来的选择？为虎作伥，屠戮同门，最终堕入魔道吗？不可能！荒唐！我穆瑶儿卧底魔窟，忍辱负重，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查明真相，是为了除魔卫道。就算修了玄元归真诀这本魔道功法，难道魔道的柴就不能烧出守护正道的火吗？道在我脚下，我说了才算。破！眼前的世界应声而碎。我的天，90阶了！他的初始意志和道心属性也太高了吧！这就是修炼铸剑诀的绝佳劈体啊！大师兄，你可一定要让他来我们断灵阁修炼铸剑诀啊！绝对不能让他跑了！此时的你
负手而立，天资如此之差，意志与向道之心却如此坚韧，不去修那铸剑诀，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这铸剑诀，他非修不可。此刻的穆瑶儿已然来到了第100阶，不再前进，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双目无神。100阶，新来的师妹第一次登梯就上了100阶，这说出去谁信？强的离谱。不过看来是陷入心魔了，等他状态过去，就能领取100阶奖励。大师兄，必须要让小师妹来修炼铸剑诀，就算把她绑起来，也得让她修了。闻言，你大声说道：“放心，交给我吧，待我习得万剑归宗，你们加上小师妹与我配合，再把特效光影全都拉满，咱们绝对是这个世界最靓的仔。这个13，咱们以后装定了。”然而你说的这些话，却是一字不落地传入了穆瑶儿的耳中，让她顿时清醒了过来。也就在这时，一道光柱将穆瑶儿笼罩，这是登仙梯的馈赠。只见她炼气期的瓶颈接连崩碎，炼气5层，炼气7层，炼气10层，直至炼气大圆满。此刻穆瑶儿感受着体内强横的力量，内心一阵狂喜。然而就在这时，他却看到了台下的你和几名断灵阁弟子正大声密谋着。大师兄，就该让他修铸剑诀。没错，小师妹不受点千锤百炼的苦，都对不起他这份向道之心。这么合适的一把绝世仙剑劈体，可不能让他跑了。穆瑶儿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我绝不会成为你们手中的仙剑，我绝不会用我的身躯去成就你们这些魔头的野心。还有你们这群魔头密谋害人的时候，能不能背着点人啊？生怕我听不见是吧？穆瑶儿从登仙梯下来后，你就带着他来到了剑灵。师妹，左边300米，名为无畏域，此地之剑，其主人生前皆是冲锋陷阵的勇者，剑意之中只攻不守，一往无前。前方500米，名为无风域，此地之剑，其主人皆是宗门护法，不求杀气，但求守护。而最里面的名为无心域，能入此地的皆是天资绝顶的剑道天才，可惜他们为情所困，道心蒙尘，最终剑断人亡。穆瑶儿懂了，他又懂了。无畏域是炮灰，无风域是肉盾，而这无心域埋葬的，怕不就是那些发现了宗门真相，想要反抗却最终被无情抹杀的天才，先以利益诱之，再用酷刑炼制，最后连他们反抗的意识都要被包装成什么为情所困，还要在这剑灵之上警示后人。在穆瑶儿的脑补中，这个魔门的恐怖真相已经进一步完善了。突然一声大喝传来：“叶晨风，出来受死！”只见一人闪身而到，举着巨剑便朝你当头劈下。此刻的你却并没有丝毫动作，而是对着来人大喝一声：“且慢！”听到此话，那人瞬间停住了，离你头顶只有3寸的剑，疑惑地问道：“大师兄，有事吗？”然而就在这时，异变陡生，一道剑光从那人身后袭来，瞬间贯穿了他的心脏。被刺穿胸腔的弟子脸上满是错愕，看了一眼云淡风轻的你。我靠，叶晨风，你个老六，你除了驻手剑之外，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把且慢剑？还是剑灵古剑认主？酸死我了，我吃你懵了。此时看到这一幕的穆瑶儿嘴角一阵抽搐。住手，且慢。所以这住手不是让对方住手，且慢也不是让对方停下，这根本不是在命令别人做什么，而是他手中神剑的名字。卑鄙无耻，这果然是魔道邪修的一贯作风。大师兄果然太可怕了。不过他心中也冒出了另一个念头，这个法子好像确实有点用处，以后我的法宝要不要也叫且慢，或者住手，又或者叫前辈，且听我一言。此时的你连忙给了师弟一个眼神，师弟瞬间会意，这就是断体修炼不到家的下场啊！都怪我痴迷外物，沉溺于那柄破剑，却忘了肉身才是根本，己身才是道途。我若也修炼了那铸剑诀的话，我若这身皮肉被炼得如法宝一般坚硬的话，有机会遭到大师兄的偷袭。小师妹，你看清楚，这就是不修铸剑诀的下场。说完，他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没了声息。此时的剑灵内一片死寂，你的眼皮微微抽动，好尴尬的表演。这位师弟，这段表演感觉有些用力过猛啊，也不知道小师妹能不能接受。随即，你看向穆瑶，轻声感叹道：“哎，魏师弟天资不凡，战意更是我宗门翘楚，只可惜他太过迷信外物，却忽略了对自身的打磨。他若是修炼了铸剑诀，以身躯为剑鞘，以意志为剑魂，肉身早已堪比法宝，又怎会被我反击，命丧当场了呢？小师妹，这铸剑诀是你在这残酷的修真界保命的东西，那现在还要犹豫修吗？”闻言，穆瑶儿的心沉到了谷底，
他明白了，原来大师兄把自己带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演这一出尴尬到爆的戏给自己看的。为了让自己休息，那灭绝人性的铸剑诀竟然不惜让一名弟子牺牲性命来演这么一出苦肉计。还有就是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弟子临死前不憎恨杀死他的叶晨风，反而用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自己。又不是我杀的你阿卫，你死不瞑目也该瞪着大师兄才对，你瞪我做什么？跟我有一点关系吗？但他清楚一点，自己若是现在说半个不字，那必定又会有什么更恐怖的手段在等着自己。哎，铸剑诀若是真到了非修不可那一步，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吧。于是他对大师兄再次重申要求，说需要几天时间缓缓心态，到时候就会开始修炼铸剑诀。之后两人便离开了剑灵。此时的穆瑶儿已经回到他的茅屋之中，他回忆着这2日所发生的一切，从活人炼丹的紫炎殿，到血肉断气的断灵阁，从灵药谱里用修饰血肉培育的魂运土，到镇妖塔中永世轮回的妖魂，从登仙梯上光怪陆离的幻境，到剑灵之中那死去弟子不甘的眼神，一幕幕景象在他脑中闪回。他忽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细节，无论是丹炉里的祭品，锻造台上的身影，还是那个刚刚死在自己眼前的师弟，他似乎都记不清他们的面容，脑海中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仿佛他们都长着一副平平无奇的大众脸。刚刚那个死去的师弟叫什么来着？算了，这不重要，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在被扔到那锻造台承受万千锤击之前，必须搜集到足够的情报，然后逃出去，在期限到来之前将一部分传回玄清观，请求掌门在我撤离时接应庇护。毕竟若是将所有情报一次传回，我也不敢赌掌门会不会来救我。我本身就是一枚弃子，没有了情报价值，更没有被救的必要。只要我手里还握着大量对玄清观有用的情报，掌门想必也会在我逃离时助我一臂之力，逃出这魔窟，洗精伐髓，重塑根骨。到那时，我穆瑶儿照样可以筑基，一样可以踏上仙途，没必要在这里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第二天，你带着穆瑶儿来到了任务堂，炼气大圆满的他也该做任务了。穆瑶儿从长老处接过玉简，清扫宗门落叶，挑水打满后山9口水缸。他看着那2行字，大脑有些发懵，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穆瑶儿是炼气大圆满的修士，是只差一步便可筑基的存在。在玄清观，他这个年纪就能到炼气大圆满，必然是内门弟子中的翘楚。而他现在都到炼气大圆满了，还让他去干这种杂活，难道这不是炼气1、2、3层的外门弟子才干的杂役事？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御剑而落，穆瑶儿心中一凛，是筑基期强者。只见那名筑基师兄径直走到任务长老面前，熟练地接走一枚同样暗淡的玉简，随后转身便离去。穆瑶儿看得分明，那玉简上同样是清扫宗门落叶和挑水打满9口水缸。这是什么情况？他有些无法理解了。就连筑基期的强者也只配干这些杂活，遭此等羞辱吗？这个宗门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连筑基期强者都只能扫地挑水。你看着穆瑶儿呆滞的表情，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不是吧，这又卡了，这 NPC 的配置还是太低了，就这低端任务也会发懵。你才刚炼气大圆满，就算你靠登仙梯刷到了炼气大圆满，那也得从基础做起。对我们玩家来说，还可以挂机刷经验和贡献点，都还好，等贡献度高了，自然也能接取别的任务。这小师妹怕不是在登仙梯上一步登天到了炼气大圆满，就放不下身段，觉得干这些杂活有损她的高手颜面。想到这里，你轻咳一声，小师妹，何为扫叶？一叶一世界，一扫一菩提，何时能将这满山落叶扫得干干净净？你的道心才能真正的一尘不染。何为挑水？你看那水平如镜，能映照天地万物，亦能映照你内心的波澜。何时能让你挑起的水不起一丝涟漪？你的心境才能真正的古井无波，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去吧，小师妹，这才是宗门赐予你的真正试炼，我会一直注视着你的。穆瑶儿呆呆地看着你。服了，他服了，是真的服了。此人脸皮之厚，歪理之多，简直以真化境。若非他神志清醒，怕是真要被他这番话说到感激涕零的去挑水扫地，而且还以为是宗门对自己的恩赐。太可怕了，这个男人实在太可怕了。他现在可是炼气大圆满，只差一步就是筑基的存在，就连玄清观也不会让内门弟子去干这种浪费时间的琐事。穆瑶儿压下心中的震惊，大师兄，灵儿受教了。见状，你欣慰地说道：“大道之路始于足下，去吧，让为兄看看你的道能在这凡尘俗物中走出多远。记住，为兄会一直注视着你。”听到这话，穆瑶儿抬起头：“大师兄，你要监视我，这点不用连说2回啊！你就没有自己的事干嘛？不用修炼的吗？”就这样，穆瑶儿来到了宗门里的一处庭院，这里静谧无人，秋风萧瑟，金黄的落叶铺
铺了满地。他对着庭院中央轻轻一点，片刻之后，整个庭院便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果然炼气大圆满，比当初炼气3层时要快了许多。随即，他按照玉简的指引前往后山。路上，他看到了一名弟子，正拿着一把大扫帚与他擦肩而过，而那人去的方向正是他刚刚离开的那座院落。穆瑶儿的脚步一顿，心中生出一丝怪异之感。他这是要去扫什么？那座院子自己明明已经用灵力清扫得一尘不染了，难道是发布任务的秦长老将任务地点发中了？他摇了摇头，算了，这个魔宗处处透着鬼，多一件怪事也不算什么。片刻后，他轻松地将后山处的9口大缸灌满了水。至此，2个任务都已完成，随即回到任务堂交付了任务。长老，还有新的任务吗？长老再次递给了他一枚任务玉简，然后2行木摇再熟悉不过的小字再次浮现而出：清扫宗门落叶，挑水打满后山9口水缸。怎么还是这2个任务？木瑶儿愣住了，他眨了眨眼，再次看了一遍玉简，确实没错。这时，你的声音从他后面传来：“小师妹，怎么愣住了？你可不能卡了！咱们宗门正儿八经的 NPC 就只你一个，正值宗门升级的关键时刻，你可不能耽误了，为宗门做贡献。”木瑶儿迟疑地问道：“大师兄，这次任务为何还是这样？不是刚刚才打扫完吗？”闻言，你有些无奈，没办法 ，NPC 综合贡献度达到500时才能解锁其他的宗门日常任务。现在宗门就小师妹一个 NPC， 那只能让她自己把综合贡献度刷到500。目前也只能做这种任务，将就吧。你心中盘算着该怎么让小师妹心甘情愿地干下去。自然是如此，小师妹可知剑修为何要日复一日重复同一个拔剑挥剑的动作？宗门让你重复此2事，是在考验你的恒心与耐心。当你能将这最枯燥、最平凡之事做到心无波澜，你的道基才算真正稳固。所有新进弟子皆是如此，这便是我登天宗的奠基之法。你温和地对木瑶儿说道：“去吧，小师妹，莫要多想，用心去体会这其中真意。魏兄会一直注视着你。”木瑶儿呆呆地望着你，还奠基之法，还考验恒心，我信你个鬼啊！你个糟老魔头坏得很，你能不能不要老强调一直注视着我？你这分明就是要一直监视我。大师兄，是师妹险些误了宗门的苦心，师妹这就去。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走向那条他刚刚来时的路。只是他总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一直紧盯着自己，仿佛无边的深渊在注视着他。就这样，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2个任务。当他在做第27次任务的时候，忽然心中升起了一丝异样。是错觉吗？好像每次任务的地点都一模一样。顿时，他愣住，一股寒意袭来。不对劲，绝对不对劲！任务场景竟然一模一样，才几分钟，那些满地落叶是怎么出现的？我亲手灌满的9大缸水去哪了？怎么会一滴不剩？到最后，他都已经有些麻木了。你们一个杀人炼丹，还拿活人锻造的邪修魔宗，闲得蛋疼吗？居然对宗门环境有这么变态的洁癖，而且你要打扫，也打扫些住人的庭院啊！这些院子一家人没有，后山一个人没有，打扫给谁看？给鬼看吗？这些落叶是自己长腿了吗？扫完一波又长一波，这树是活了800年的老妖怪吗？一天掉800年的叶子，还有这水缸是有人喝吗？还是被你们拿去喂灵兽了？这里究竟都发生过些什么？若是有人动过的话，好歹让我看到点迹象，这样很恐怖的好不好？难道这里不是魔宗，而是一个鬼宗？第274次，汗水浸透了衣衫，让木瑶儿烦躁欲呕。丹田中的灵力已经消化过半，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疲惫，一遍遍地重复着挑水扫落叶。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水缸落叶，水缸落叶，水缸落叶。他感觉自己快要受不了了，怪不得那些同样来打扫的弟子眼神都如此空洞，他们想必也是被这种重复性劳动耗尽了心神，再通过这些宗门任务，逐渐将他们的锐气全部磨平，变成宗门一个个没有思想的工具。一切都说得通了，但他也快撑不住了。他靠在一棵老树下，汗水顺着鬓角滴入尘土。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再这样下去就要被榨干了。不用等大师兄动手，我自己就要变成一具只会干活的傀儡。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从院外传来，他抬起头，看到视野尽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大师兄叶晨风。他之前没在暗处监视着自己竟然错过了偷懒摸鱼的机会。不过这次你终于不再是从他背后突然窜出来了，但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你的身后跟着10几名弟子，男男女女，
个个气息沉稳。他们排成2行，不发一言。这排场，他们这是要做什么？你看着小师妹那楚楚可怜的模样，也不由得摇了摇头。小师妹啊，小师妹，你的意志呢？这就懈怠了，太怠惰了。我不才刚离开一会儿吗？你手怎么就停下了？这才哪到哪，不过是些重复劳动而已，这就把你给压垮了。哎，还得我这个大师兄来救你。可惜啊，丹药也不能给他，灵符又不能让他用，用了就不给贡献度，那不等于白干了。也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策划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不让人帮忙就算了，连氪金解决都不行。不过虽然物质上帮不了，但可以从精神上给予他最大的支持。你转过头，对身后那群被你临时拉来的气氛族使了个眼色。准备好了吗？开始了。慕瑶儿看着那群人在他不远处停下，心不由得一紧。他看向你的眼神依旧温和，甚至带着一丝鼓励。难道大师兄终于良心发现，于是请这些师兄师姐们来帮我？我的苦日子难道就要到头了？这个魔窟里头竟然还能有良心未泯之人？在数百次重复劳动之下，慕瑶儿看向这些邪修，升起了一丝他本不该有的妄想。就在这时，你拍了拍手，开始吧。那些被你拉来的弟子便朝着慕瑶儿的方向不断靠近围拢。慕瑶儿看着这一幕有点感动。难道大师兄终于良心发现了，终于找些人来帮自己忙了？然而那群人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过来搭一把手，又或是帮他分担些什么。不是，你们要做什么？难道不是来帮我的，而是要当场把我给炼了吗？只见为首的师兄从储物袋中取出一面法幡，哗啦一声展开，幡面上用龙飞凤舞的笔法写着一行标语：道心不灭，奋斗不息，登天宗未来之光，慕瑶儿。随后他提振丹田，振臂高呼：道心如铁，淬炼真我。其余10几名弟子也同样用尽全力，撕心裂肺的呐喊：小师妹加油，坚持住，我们看好你，汗水浇灌道路，用劳作磨砺真心，你一定可以。瑶儿，瑶儿，永登仙路，永不言弃。他们口中还念念有词，呼喊着意义不明的口号，每一个动作似乎都充满了力量。慕瑶儿的表情凝固了，瞬间石化，尤其是望着快要打扫干净的地面上又添了无数花瓣时，他彻底绷不住了。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他们在添乱吗？拜托，我快累死了！你们不帮忙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你是嫌我扫的落叶不够多，非要在地上再给我撒点花瓣，增加我的工作量是吧？还加油！我加你个大头鬼！果然是魔道邪修，光耍嘴皮子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们有那时间，能不能用你们那灵巧的双手来帮我扫扫落叶？他气得浑身发冷，险些要晕了过去。就在这时，慕瑶儿看到你挤了进来，只得咬牙露出笑容说道：大师兄，你这是在做什么呀？师妹不累，师妹觉得并不需要这些。你则是毫不在意的摆摆手：小师妹不必客气，这都是大师兄应该做的。想必你也被这枯燥重复的劳作弄得十分烦闷了。我特意为你找来了后援团，来助力你更加努力地完成师门任务。记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快点加油干吧，我们会一直注视着你。大师兄，我这就来。你能不能把他们先送回去？小师妹真的不必在意。你再次摆了摆手，这都是魏兄应该做的。你安心好好干活，你的背后有我。大师兄，师妹真的不用这些。慕瑶儿咬牙切齿地笑了。闻言，你则一脸认同地看着眼前的师妹。瞧瞧这小师妹，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感动得都说不出话，还一个劲地跟我客气，真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你慈爱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就放宽了心。虽然魏兄帮不了你什么，但是这点精神上的帮助还是可以的。莫要推辞了，你如果再这般客气，魏兄可是要生气了。看到了吗？这地上的落叶，他们在呼唤你，快去扫吧。紧接着，身后又传来了一阵扫尽心中尘，调满到心泉的口号。慕瑶儿看着眼前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看着面前这位大师兄，内心在疯狂咆哮。我不是说了不用了吗？我求你把这群上蹿下跳的猴子给我弄走啊！大师兄，你是听不懂人话吗？还精神上的帮助，这叫精神污染，是神魂攻击。你们在我耳边敲锣打鼓，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还往我刚扫干净的地上扔垃圾，这叫助力，这分明是想让我当场走火入魔，爆体而亡吧！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卑鄙无耻的邪魔外道！要不是你一直像个背后灵一样监视我，逼着我干这些永无止境的破事，我至于累成现在这副鬼样子吗？
他忽然觉得，或许疯的不是他们，而是他自己。当他拖着脚步第500次走进授业殿时，你暗暗松了口气，终于是解锁了别的日常任务。再这么扫下去，我真害怕把宗门里这个脑子本就有些智障的 NPC 给弄得彻底故障了。任务长老给了木瑶儿一枚全新的玉简，木瑶儿激动地接过。终于到500次了吗？终于不用再去看那些诡异的庭院以及后山那永远灌不满的水缸了吗？他低头看去，清扫宗门落叶，挑水打满后山9口水缸，劈砍后山摆担枯柴，翻整林药铺3亩药田，砍伐翠竹林100根翠竹，可择其一，可尽数皆做。这一回是5个任务：劈柴、翻地、砍竹。被无尽的扫地与挑水折磨了太久，以至于当他看到这3个同样是杂役的选项时，心里竟有种想哭的冲动。他将后3项任务全部接下，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授业殿，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小师妹，别看这只是伐木，每一次挥砍都是对自身力量的一次审视。加油，把心中的杂念都随着这木屑一并砍出去。你和那些后援团依旧没有上前帮忙，依旧只是空口喊着那些鼓励他的口号。木瑶儿用木剑轻松地将全部柴火劈完，又去砍伐了翠竹林的100根翠竹。他有些搞不懂，宗门免费发放的木剑明明看着与伐木无异，甚至连铁都不是，为何劈砍起来却有奇效？估计是境界太低，看不出来吧。药田旁边的魔音再次传入了木瑶耳中。打理药田看似平凡，实则是在与天地对话。小师妹，用你的耐心与汗水去感悟生命的枯荣吧。木瑶儿的眼皮不由得跳了一下，他看向不远处的气氛组，此刻的他真的很想问一句：你们不累吗？你们自己的修行都不做吗？都这么闲的吗？就整天围着我一个人转？你们都没发现自己脸上的表情已经无比空洞了吗？哎，看来你们也是被这魔宗洗脑颇深，才会如此。这个魔道邪宗当真是邪恶无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其实那些玩家早已下线，并将角色开启了自动跟随与动作记忆模式，重复着应援动作和口号，自动跟随在小师妹身边。他不再看任何人，转身抄起田边的一把锄头，走进了那片3亩药田。身后那熟悉的鼓噪声又响了起来。一锄头一滴汗，师妹道基如铁山，翻进3亩地，筑基不是梦。土里泡仙缘，功道自然成。时间流逝，药田已经被翻了一半。他瞥了一眼周围，竟看到此刻的你正和那些气氛组围坐在田埂上，面前摆着一盘盘灵果，而那些脸上原本空洞的弟子仿佛又活了过来。他们和你一边吃着，一边互相唠嗑。小师妹这效率也太低了，咱们宗门什么时候能出头？小师妹以炼气大圆满的修为干活，已经很快了，不过也确实苦了她了。咱宗门就他一个人，只能可着他一个人祸福。突然，他们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对着木瑶儿的方向来了一嗓子：“小师妹加油，坚持住，我们看好你。”木瑶儿听得心头直跳，嫌我效率低，还不赶紧来帮忙？你们就在旁边看着，嘴上鼓励鼓励，好意思吗？还就我一个人，合着你们都不是人，是吧？整个宗门就靠我一个人撑起来的是吧？终于，木瑶儿干完了所有的任务，此刻手里正拿着一株灵植，正是这次任务的奖励。望着手中之物，他的眼睛湿润了。巨灵草，一个名字从他脑海深处猛地冒了出来。这竟然是巨灵草！虽是低阶灵草，看着年份和大小，至少是1年份有余的。玄清观的过往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巨灵草对于他这种伪灵根的外门弟子而言，是可闻而不可及的灵药。他们这些炼气2、3层的外门弟子，想要得到灵药，想都不要想。宗门能给的，永远都只是低阶丹药、几个铜板，以及每月3块灵石的最低保障。内门的师兄师姐们想要拿到，也需要接取宗门任务，在宗门外冒些风险，才能换回这么一株。虽说自己得了玄清观掌门的承诺，但这株巨灵草却是放在眼前的真实诱惑。他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魔宗如此轻易就能得到这种宝贝。这里是弟子间互相杀伐偷袭，谈笑间取同门性命，且毫无秩序可言的魔窟。可也就是在这里，他只是翻了翻地，便得到了就连玄清观内门弟子也需要通过宗门任务才能换取的灵药。如此一来，他所付出的劳作和这份奖励相比，竟然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这是为什么？仅仅是经过了500次的精神控制，这个魔门就已经舍得耗费这些成本来培养手底下的工具人。木瑶儿连忙将布袋收了起来。此时他忽然觉得那繁重无比，仿佛无尽轮回一般的宗门任务，也不是那般折磨。他清楚，这些魔头是在用惨无人道的方式压榨他的老命，然后再给他一点点甜头，让他当那头甘愿往前拉磨的驴。他当然知道这些，可对比玄清观而言，这点甜头也未免太甜了些。不过逃自然还是要逃的，情报自然也是要带回的。不管是为了天下苍生，还是正道玄门不至于被魔道邪修打个措手不及，最终都需要离开这里。但不是现在，在逃走之前，
他要在这魔宗身上尽可能的多薅一些羊毛，借这等魔道之资，来为自己的先途铺就长生之路。这个念头一旦确定，穆瑶儿眼中的麻木与疲惫便被一抹坚定所取代。于是他立刻运转玄元、归真诀，恢复灵力。时间来到半夜，他终于完全恢复至巅峰状态。不过他发现，这本该是大部分人都在洞府中修炼或休息的时候，周围宗门弟子却比白天更多、更活跃，也都在做着任务，心中不由感慨：这群魔头勤勉至此，果然我正道威仪不可堕。不过他马上就不再去深想了。此刻的他，不管是心里还是眼里，都只剩下那株刚刚获得的巨灵草。现在的他只知道，为了以往求而不得的灵草，为了更多的奖励与机缘，他要开始刷宗门任务。这个魔宗的夜晚属于他穆瑶儿。你看着穆瑶儿眼中重新燃起希望，满意的点了点头，终于调动起穆瑶儿为宗门做贡献的主观能动性了。小师妹加油，你只需要再干499490多次的任务，登天秘境就会为你而开启。穆瑶儿已经来到了任务长老面前，直接就指接取了翻整灵药谱3亩药田，随后转身就要走。你看着穆瑶儿那重新燃起斗志的背影，对着旁边的后援团们使了个眼色。下一刻，跟随在小师妹身后的那群弟子再次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小师妹，我就知道你可以的，不愧是登天宗未来之光，奋斗不息，战斗不止。当我们面对困难时该怎么办？那就是微笑着战胜它。奥利给！这一次，穆瑶儿走在通往灵药谱的小径上，听着身后那熟悉的聒噪，嘴角竟不受控制的微微翘起。虽然依旧吵闹，也依旧荒诞，但不知为何，似乎也不那么难以忍受了，甚至还有那么一丝丝悦耳。啊呸！看来我真是疯了，这也定是魔宗与大师兄的诡计。他赶忙将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脑海，然后加快了脚步，在炼气大圆满的灵力完全施展开来的情况下，仅仅片刻便完成了任务。穆瑶儿的身影再次重回了狩夜殿，这次的奖励是赤焰参。看来宗门每次完成任务后，奖励的低阶灵草是随机的。片刻后，他再次返回，这一次是冰魄草。此时的他像一个不知疲惫的机器，在药田和任务堂之间往返。当灵力耗尽时，便盘膝坐下，运转玄元，归真诀恢复，再次睁眼，便起身走向那片熟悉的药田。后援团的呐喊已经彻底变成了背景音。小师妹破茧成蝶啊！再破了，用汗水浇灌道土。再浇了。他甚至因为自己干得不够快而心生烦躁。不过就是区打理药田，我干他个180次都不带喘气的。药田不过土鸡娃狗耳，我穆瑶儿翻掌可破。终于在天边透出一抹鱼白的时候，他真的熬不住了，感觉再干下去怕是要当场猝死，于是回茅屋休息去了。此刻的你坐在自己的洞府之中，面前浮现出一道光幕，宗门贡献度 NPC 50万分之765。你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那龟速增长的贡献度，你很是忧愁，要是能多来几个本土 NPC 就好了。小师妹很有悟性，在自己的熏陶下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不去忽悠人都太惨了，到时候接引带新人的任务就能全扔到他手上，自己来当个甩手掌柜，岂不美哉？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得让他把铸剑诀给修了，不然到时候接引新的本土弟子时，看到我们登天宗的师姐只是一个炼气大圆满的小修士，那我们登天宗之前向外面吹出来的什么拥有无上仙门传承、名门正派、正道玄门魁首的仙道传承，又怎么能有说服力呢？日过正午，你走出洞府，该去督促小师妹干活了。你悄无声息地落在狩夜殿房梁之上，准备像往常一样给予小师妹爱的关怀。然而刚落下，就看到小师妹的身影窜出狩夜殿，直奔药田。你愣了一下，随后看到了眼前的宗门面板，宗门贡献度 NPC 50万分之872。小师妹已经开始干活了，于是你纵身也来到了灵药谱。很好，小师妹果然没有偷懒。你看到小师妹这么自觉，也就没有下去打扰，随手点开了玩家论坛热帖，金秋风年纪活动预测，宗门贡献度双倍。热帖，兄弟们怎么加入合欢宗啊？有没有组队的？热帖，笑死！今天看到有人在监牢上面卡位置，给监狱里面的人点穴，又是笑又是挠的，他们还不知道谁弄的，哈哈哈哈。这时身边出现一道身影，来人是季寒舟。看啥呢？这么乐？你指了指自己的光幕面板，上面是游戏活动公告。季寒舟摊了摊手，看了看，到时候宗门贡献度翻倍，听说还有各种有意思的活动。我连甲都请好了，到时有的是时间上线干，玩家这边的贡献度肯定是能直接拉满。你点了点头，玩家那头倒是没什么，就是小师妹，她一天下来也刷不到1000点，就算活动给双倍，让她在活动那天不眠不休的不停刷，撑死也就刷个3000点。可惜离宗门晋升那50万的贡献还差一大截呢。季寒舟也感觉有些犯难，确实，光一个 NPC 在那干也干不动了，也不知道下一个上钩的 NPC 什么时候能来？再怎么说金秋风年纪之后
也应该来一个吧。他以45度角望天，神情深邃。哎，万丈高楼平地起，宗门的根基终究要靠小师妹这日复一日的劳作来奠定。季寒舟有些无语地看着他，大师兄，咱忽悠忽悠小师妹就得了，你咋还入戏了？你目光落在慕瑶儿那忙碌的身影上，决定去给师妹提个醒，于是对她传声道：“师妹，你要记住，凡有所得，必有所失。宗门即将迎来金秋丰年祭，那对你来说，或许是一场莫大的机缘，能否抓住，看的不是平日的安逸，而是身处困苦时那份敢于舍的决心。希望你能明白。”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只留下慕瑶儿一人呆立在药田之中。什么叫敢于舍的决心？大师兄，这是在暗示我什么？点化我什么呢？难道说那个所谓的金秋丰年祭是要直接拿我去祭天？不知又干了多久，当慕瑶儿做满了第1000次任务时，任务长老给了他一份新的任务：御剑击杀镇妖塔第13层恶鬼10次。终于不再是那些让他感觉自己快要长在地里的杂活了。虽然翻整药田能得到灵草奖励，确实让自己心动，但那种永无止境的重复，却也在一点一点的蚕食着他的内心。于是慕瑶儿又找兽业殿长老用灵植换到了一门新的法诀——焚天诀。虽然不是他理想中那种杀伐果断的术法，但他也接受了。慕瑶儿心中念头百转，他发现这个宗门就像一座建立在九幽深渊之上的琼楼玉宇，既藏着令人目眩神迷的无尽宝藏，也处处弥漫着能吞噬神魂的致命瘴气。此刻他才恍然大悟，拥有如此底蕴的魔道宗门，对于正道玄门而言，确实是悬于正道头顶的一柄利剑，并且他们那草菅人命的态度，更是对天下苍生的莫大威胁。就这样，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他前往了镇妖塔。这次他直接选择了第5层，眼甲蝎再次出现，那曾将他一击重创的庞然大物，此刻在他眼中却不再是无法战胜的存在。他将灵力灌注于木剑之上，剑光挥斩间便完成了对眼甲蝎的收割。慕瑶儿看着手中的木剑，这平平无奇的木剑竟然真的是一柄宝物，魔宗还将如此宝物免费发放给新入门的弟子。再联想到完成任务后那丰厚的奖励，慕瑶儿心中豁然开朗。他又一次懂了，无论是人手一柄的宝器木剑，还是轻易就能得到的灵药和术法，这些就是掉在驴子面前让他甘愿拉磨的萝卜。不然哪里有宗门愿意给资质不佳之人发放如此重宝？你又不是天之骄子，宗门亲传，人家图什么？不管他们所图为何，但他们确实给了那些在正道玄门中无缘仙道之人一缕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哪怕这个希望的尽头是无边炼狱。慕瑶儿甩了甩头，压下了脑中的推论。他虽身处魔门，但却心向正道，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刷任务。就这样，他一路势如破竹，接连闯过数层。很快，周围的场景再次变换，他已身处一片阴森的乱葬岗。镇妖塔第13层，突然，一只青面獠牙的恶鬼出现在他眼前。他发出一声咆哮，3道惨绿色的爪风朝着他的面门呼啸而来。焚天诀随手祭出，火焰爆开，恶鬼便化作一地黑烟，消散无踪。嘿，这焚天诀对付恶鬼还真好用。在重复刷了这一层第8次时，一声清脆的响动，原地静静躺着一截幽骨。慕瑶儿快步上前，将战利品收入囊中。出塔之后，秦长老发放了13层的灵石奖励，炼气大圆满。仅只是入塔一趟，便能获得如此多灵石，这也让他更为卖力地做起了刷塔任务。他的储物袋变得前所未有的充盈，灵草、灵石、材料，这些在玄清观需要拼命或者耗费大量时间才能换取的东西，在这里只需要打打杂和杀杀怪。他心中甚至都有些舍不得离开这个魔宗，但是为了正道，为了天下苍生，自己必须忍住诱惑，同时也是时候将自己挑选的那部分情报传回玄清观了。结束任务后，慕瑶儿回到了自己的茅屋，他清点了下这几天的收获：472块下品灵石，600多株各类低阶灵草，当然还有就是去长老那里灌顶了几部功法。这就是他在这几日不断做着宗门任务和用现有资源换来的一切，这也是他逃离此地的资本，是他回到玄清观成就筑基以后的希望。一切准备就绪，他从怀中深处取出了一枚神秘的玉简，这是特制的传信玉简，是临行前掌门亲手交给他的。他按照掌门传授的秘法，将灵力注入玉简，玉简微微亮起，一道极为隐秘的神识被激发出来，试图向着宗门之外玄清观的方向延伸，然后断了，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神识被硬生生弹了回来。怎么回事？慕瑶儿不死心，一次次催动灵力，结果都是一样。掌门给的这个也太次了。慕瑶儿有些气馁，不断吐槽着，看来只能用掌门给的另一个手段了。他
他盘膝而坐，放出了引魂蛊，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够传递情报的希望。只不过这个需要耗费精血催动，并在14个时辰之内必须送出，才能成功传递消息。穆瑶儿指尖逼出一滴精血，让引魂蛊吸收，一股微妙却清晰无比的连接在穆瑶儿的识海中建立起来，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能看到小虫的视野，也能感受到他求生的本能。心念一动，引魂蛊飞出洞口，向着宗门外的方向飞去。灵药谱中，庄和正蹲坐在地上，百无聊赖地打理着他新培育的灵植。突然，他发现宗门小地图上面出现了一个红点，正在快速移动。宗门内怎么还突然刷出红名怪了？不是代表中立妖兽的黄，也不是代表友好灵兽的绿，是代表着敌对怪物的红。大部分妖兽的刷新点都在后山以及镇妖塔里，这突然出现在宗门上空，想必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庄和兴奋地想着，他判断出红名怪坐标就在头顶，抬起头一看，只看到无数飞舞的蚊蝇。哪个是啊？算了，都差不多，直接全杀了得了。与此同时，宗门频道中一个名为烈焰狂刀的弟子也正在通报，坐标 XXX 有红名怪，奖励丰厚，快打！因为他发现自己距离太远，没机会抢到，于是直接将这个信息同步到了宗门频道中，其目的不言而喻。此时在红名怪附近看到消息的玩家纷纷对着坐标出手，一时间刀光剑影，各种术法铺天盖地的轰了过去。穆瑶儿与引魂蛊那源自血脉的链接断了，一股剧痛从神魂深处传来，让他眼前一黑。引魂蛊死了，被轰得连渣都没有剩下。穆瑶儿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为什么会突然这样？之前明明没有任何异常，现在怎么突然之间就对一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虫子痛下杀手？这虫子哪里惹你们了？庄和的信息面板跳出一则提示：系统提示，您为宗门铲除了巨大隐患，获得宗门贡献点200。他随即将信息发到宗门频道上。兄弟们，是真的，杀一只红名怪给200贡献点，要不要下线？告诉大师兄，等大师兄上线了再告诉他吧。而且就只加贡献点，又不掉什么宝贝。要不咱们把虫子先捉了，等活动开启时，让小师妹照着虫子挨个来杀，到时候贡献点翻倍，杀一只可就有400贡献点。这应该不行，我感觉这游戏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漏洞。那算了，还是等明天丰年祭活动开始再说吧。而且之前看他回屋时那困得要死的样子，还是先让他歇歇吧。就这样，无数弟子时不时盯着宗门的小地图，一副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移动红点的样子。此时的穆瑶儿瘫坐在茅屋里，他想不明白，不就是一群天上飞的虫子吗？为什么会引来众多师兄们的围剿？还有就是这虫子都尸骨无存了，应该不会发现和自己有关吧？时间一点点流逝，他才确认身份没有暴露。这一次，他放出了第2只引魂蛊，控制着它飞得更高更快。但当他再次飞到药田上方时，下一秒，比上次更为璀璨密集的术法再次砸向飞虫。穆瑶儿眼前一黑，与引魂蛊的联系再次被切断。穆瑶儿有些发懵，每一只引魂蛊的死亡都伴随着神魂的阵痛。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不信邪地放出了第3只引魂蛊，这次他换了另一个方向，然而却还是一样，被人发现后给灭了。此时的穆瑶儿眼神空洞，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个宗门的每个弟子都修炼了天眼通的神通，又或是天上地下都铭刻着某种法阵，能360度无死角进行监控？那还让不让人活了？他不甘心，于是一次次的继续尝试。然而不管是趴伏于蟾蜍背上，还是躲在马蜂窝里，或是走水路，统统都被发现，统统都被击杀。与此同时，宗门频道里一片热火朝天。小季啊，这蟾蜍又是怎么惹到你了？看清楚，那是红名怪，你看都得200贡献度，何止蟾蜍？我这边看到好像房梁上的马蜂窝都是红名，看来活动之前会随机刷新各种类型的红名怪，反正只要是红名，在范围内的全杀了就是。于是，在宗门弟子这一边是胜利的酒杯，盛满了名为贡献的琼浆；而在穆瑶儿那一边却是苦涩的毒药，将他推入名为绝望的深渊。最后穆瑶儿放弃了，也不知是神魂受创，还是精血失去过多，他晕倒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穆瑶儿悠悠转醒，茅屋外天光大亮，远处隐约传来锣鼓喧天的声响，以及一阵阵不知所谓的欢呼声。他撑着酸软的身子走出门去。整个登天宗张灯结彩，到处悬挂着写满金秋丰年祭字样的幡旗。那些平日里杀人如麻的师兄师姐们，此刻竟个个喜气洋洋，仿佛过年一般。小师妹醒了，快快快！大师兄在天界广场等你呢。2名弟子不由分说的将他拉到了广场中央。你正负手而立，身后站着登天宗全体弟子。见穆瑶儿来了，
你微微一笑，抬手指向广场正中一座新搭建的高台。师妹，金秋峰年祭正式开始，宗门特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穆瑶儿浑身一僵，来了，果然来了。大师兄之前说的敢于舍的决心，果然就是这个意思。这高台，怕不就是祭坛吧？今天就是要把它献祭给某个上古邪魔。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却发现身后已经被后援团堵得水泄不通。那些熟悉的面孔上挂着熟悉的笑容，却让他此刻看来格外狰狞。别怕，你温声道，上去便知。穆瑶儿咬紧牙关，一步步走上高台。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鱼死网破，拼着暴露修为，也要杀出一条血路。玄清观的情报虽然没能传出去，但只要他活着逃出去，一切就还有希望。然而当他站上高台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了。高台之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十个储物袋，秦长老站在一旁，手捧一卷玉册，朗声宣读：登天宗首届金秋丰年祭嘉奖宗门贡献第一人穆瑶儿，奖励如下：中品灵石100枚，3年份聚灵草10株，筑基丹1枚，上品法器短剑1柄，宗门特制护身玉符3枚。穆瑶儿的大脑一片空白。筑基丹，那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就算在玄清观，筑基丹也是只有核心弟子才有资格获赐的至宝。掌门承诺给他的洗精法髓，说到底也不过是画饼充饥。他心里清楚，哪怕任务完成，一个外门弃子能否真正得到兑现，谁也说不准。可这里，这个他口中的魔窟，却将一枚筑基丹就这样明明白白地摆在了他面前，不是承诺，不是画饼，而是触手即时的真实。台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小师妹牛啊，不愧是登天宗未来之光，瑶儿，永登仙路，永不言弃。后援团再次拉起了那面写着他名字的法幡，挥舞的猎猎作响。穆瑶儿站在高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或真诚或敷衍，但此刻都在为他欢呼的面孔，鼻头忽然一酸。他想起了玄清观，想起那些从不正眼看他的内门师兄，想起那些关于韦灵根不如趁早下山嫁人的窃窃私语，想起掌门淡漠的将一枚传信玉简递给他时，眼中没有半分不舍的神情。他是棋子，从始至终都是棋子。可在这里，这个他认定的魔窟之中，他翻了地，挑了水，扫了500次落叶，挨了后援团无数次精神污染，最终换来了一枚货真价实的筑基丹。没有人施舍他，也没有人怜悯他，他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一锄头刨出来的。这时，你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师妹，魏兄说过，大道至简，返璞归真。你看，这便是你日复一日劳作的回报。宗门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肯付出的人。穆瑶儿低下头，将筑基丹攥在掌心，那枚丹药温热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烫得他几乎握不住。多谢大师兄，多谢宗门。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却不全是演的。你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不过师妹，丰年祭的奖励可不止这些。宗门决定，自今日起正式开放登天秘境，只要你的贡献度达到50万，便可入内参，勿无上机缘。当然，以你目前的进度，大约还需要你掐指一算49万8000多次任务。穆瑶儿嘴角猛地一抽，你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道：所以师妹，铸剑诀的事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啊？穆瑶儿沉默了很久，他看了看手中的筑基丹，又看了看台下那群正在疯狂摇旗呐喊的后援团，最后看向你那张永远带着温和笑意的脸。片刻后，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大师兄，铸剑诀的功法可否先借灵儿一关？你的眼睛瞬间亮了。当然可以，师妹果然慧根深重。来，断灵阁那边已经备好了。我只是看看。穆瑶儿连忙补充道：只是看看而已。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身后山呼海啸般的口号淹没了。小师妹要修筑剑诀了，登天宗千秋万代，瑶儿以身铸剑，无坚不摧。穆瑶儿被裹挟着往断灵阁的方向走去，嘴上还在徒劳地喊着：我只是看看。而你走在最前面，背对着众人，嘴角的弧度快要咧到耳根。你打开宗门面板，在频道里敲下一行字：兄弟们，小师妹终于松口了，铸剑诀稳了。频道里瞬间炸开了锅，而在你们身后，那盆被秦长老暂时代管的心念花，正在秋风中轻轻摇曳。花蕾上那张与穆瑶儿7、8分相像的小脸，此刻的愁容似乎淡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极其微小的笑意。